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简舒培，大家好；台北市议员苗博雅，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善，五哥，大家好；右手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周小平，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时事评论员黄一中老师。大家晚安。好，那今天每一个礼拜二的时候，好，你也许就在等说，那今天呢，媒体的周刊到底会报什么样些东西？今天媒体周刊报了非常多的东西。同样的，对民众党这个地方，除了黄章总召，那也驳斥甚或直接还是那些词啦，就是大概垃圾报道啦，什么什么类似这些。然后呢，包括蔡壁如也被点名在这个里头。那被点名以后，蔡壁如也讲说，他会去告《镜周刊》，OK， 所有相关的一些情节都在这个里头。那今天讲了非常多，包括那过程当中，柯文哲有没有交代橘子要在离境以前，甚或有没有到党部去搬钱？然后黄昌针对这一部分，甚或直接讲说，像这种不负责任，谁到底要为这些事情负责？所有这些，不过一开始先让你听一下，包括黄章总让他们所有的人讲到这一段到底是什么。而今天有媒体报道说，真的 USB 解密1500事前吗？待会儿来看看怎么解密的。来，《镜周刊》跟台北地检署这一种相互的掩护配合、泼脏水的行径真的是让人完全无法接受。我只想问一句：谁要对今天周刊的抹黑报道到民众党中央党部搬钱这件事情负责任？谁要对这件事情负责任？我只能跟大家说，的确有家族的企业跟民众党有过往来，这件事情是我要跟大家说明的，其他的我没办法，所以每个细节跟大家来证实或否认，我还是要等。如果我被要求要前往北检说明的话，我会正面积极的全力配合。好，那黄昌为什么会直接讲到这些？今天在周刊里头，那《金周刊》今天直接报道，这里面包含报了非常多。第一个，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柯文哲。好，柯文哲媒体报道，柯文哲 USB 随身碟名单再曝光，还记得吗？从上个礼拜很多的，包括媒体的大亨啊，所有人到北检去作证。那大家那时候有人在讲说，是不是为了政治献金或什么？后来发现北检不是。当然不查政治献金而已，他直接讲，据媒体报道，柯文哲 USB 的随身碟里面被记载500的王丽玲，被记载300的陈银柱，这些人出庭证称有捐钱。那被记载200的谢国良，那也有可能在近日出庭作证。那谢国良刚才各位在媒体上报道了，好不好？那有没有谢国良？200媒体报道，谢国良因为家族长辈，那2022年听完柯文哲跟高虹安新竹演讲，决定捐款200万给民众党，跟柯交朋友。透过谢请邱佩玲拿200万捐给民众党，但民众党没有依规定登录政治献金，由橘子记录在随身碟私账中。这个是媒体上面的一些报道。而这一段就是刚刚谢国良讲的，如果要有传，他会讲家族企业是不是有捐这些。这个过程，各位知道 USB 随身碟它的推论是什么？大家在讲，如果你有所谓的贪污治罪条例的收贿罪的话，那钱嘛，金流，把钱拿出来看一下。北检的方式是告诉你，我就算没有看到这个金流，如果 USB 里面每一个人的记载都是用这样的数字的话，那是不是就表示其他人来作证都说对，那个数字对我来说是捐了这么多万？那为什么就赌你的1500是下午3点呢？那这些是不是可以用这样推论？北检现在看起来，不管钱是不是真的找到，用这样的模式去把每一个捐的钱全部都拿出来查。这一段好，那这一段到底未来会扮演什么一个角色？接下来金华城案，蔡壁如到底扮演什么角色？也是《金周刊》的报道。2020年3月底，朱雅虎确认金华城容积率560，以及7名人头行贿柯文哲。同年4月1号传赖给李文忠，写小沈很小气，7个人210好了，感谢560。这一段大家讨论很多。然后今天周刊报道说，他同时把这一段传给蔡壁如，还有民众党首任秘书长张哲阳。上周在跟裁庭的时候，朱雅虎拿着麦克风坦诚用赖传这段文字给蔡壁如这3个人，而且说传完柯文哲就会知道了。你可以想象这一段出来，蔡壁如一定跳脚。那今天没有办法，因为他在台中市府顾问 ，OK， 有公职在身。那蔡壁如直接说，上班的时间他不回应新闻的时事，但决定要告《镜周刊》，台湾要有人清除新闻败类。为什么？
因为这个媒体做了一个分析说，2020年蔡壁如领立委薪资，朱雅虎他们要解决蔡的薪水是着手铺排，如果蔡没有担任公职以后的资金空缺，所以蔡壁如等于是否认这一段，同时直接说提告。这里面这一段是讲到民众党的这一段，橘子媒体报道说徐子瑜接获柯的指示，8月27号出境赴日本，如今更要掌握柯文哲曾经下达重要指示给橘子。除了要他保护好手上的400万，还要他到党部拿钱，也带走另外一个既有内账资料的 USB， 怎么那么还有 USB 啊？钱的流向跟民众党部是否曾藏有见不得光的现金，成为检联要厘清的疑点。因为这已经讲到民众党了 ，OK？ 所以民众党当然包括民众党发言人，也出来直接驳斥像这样一些东西。黄国昌，各位刚刚看到了，《镜周刊》还有讲，《镜周刊》跟北检相互配合泼脏水，让人完全无法接受。那这些什么到民众党中央党务搬钱这些事情，谁要为这个负责？谁要为这些话负责？他生活直接讲，因为今天有人讲到前永丰金的总经理也是一个最大吹哨者。那说讲到这一段的时候，那黄昌就直接讲说，他又没提我，你们大家干嘛问我？如果有讲到我，《镜周刊》讲他一定告。医生是，今天这所有这些内容，周刊报的如果都是真的，代际金价大掉。但问题是，包括每一段大家都会觉得说，你怎么去证明这些东西？然后包括黄商，包括蔡壁如，包括所有人都告诉你说，你就是泼脏水而已啊。《镜周刊》今天的声明写得很好，有一句话：当科幻小说成真的时候，代表时代又往前进了一大步了。对，因为《镜周刊》今天针对他们的回应也发了一个声明。是这句话特别好，我们不知道时代会不会进一大步了，至少案情进了一大步嘛。为什么呢？因为上个礼拜我们都看到检联不断的约询一些商人也好，或者是一些幕僚也好，其实就是在印证所谓勾稽柯文哲 USB Excel 档的1500小审代表什么意思嘛？它前面有一个日期之后有一个经手人后面有一个1500小审，而且150要加一个万嘛。结果大家其实都被记载在里面，11个商人被约询，一堆幕僚被约询，因为幕僚可能都是经手人嘛，帮忙募款。谢明珠就说啦，我去帮了柯文哲募了一条300万也有事情，这个东西都被柯文哲寄到那个百官行述的 Excel 档里面，所以印证了之前《镜周刊》所写的报道已经成真了嘛，案情已经往前一大步了嘛，至少可以证明 Excel 档里面是金钱嘛，而且收来的金钱不一定是捐给党部的嘛，所以这个东西就变成是检联未来起诉所谓的收贿行贿罪里面非常重要的证据。第二个部分要讲的谢国良的部分，因为谢国良躺着也中枪，被写了一条200嘛，200他今天有澄清哦，而且他证实了确实就是钱，那证明说周刊报道是对的嘛，他证实说透过长辈捐给了，而且透过所谓的邱佩玲捐给了柯文哲嘛，那邱佩玲可能被记载在所谓的经手人，所以邱佩玲也被约询啊。我们那时候还问说，邱佩玲为什么被约询？原来他可能就被记载在经手人的手上嘛，所以他被约询的时候，但是问题来了，他的时间点比较诡异。2022年是大选年嘛。大选年，如果说他的目的我们真的不知道目的啦。当然，最后检调要去说明为什么有这条200万的这个目的嘛。那如果200万的目的是为了让民众党不提名，不要忘记哦，那一年包含邱成元也好，或者谢立功也好，都曾经一度想要参选基隆市长，后来基隆市蓝白合。民众党是没有提名任何人的，那有没有所谓的搓圆仔汤的相关的违法的问题嘛？即使有了，我刚才有问过律师啊，说因为已经过了2年，而且只有候选人才可以告所谓的搓圆仔汤，没有其他的人没有告诉人的话，这个案也不成立。但是大家还是对谢国良这件事情有所疑虑嘛，这个谢国良自己要去说明清楚了。回过头来讲到蔡壁如的角色嘛，蔡壁如当然之前大家都谈到所谓的朱雅虎的那个陈情文，其实他是392到560，而且蔡壁如在2018年560就过了嘛，后来蔡壁如都在处理所谓的党部的问题，为什么跟所谓的大家会说检联可能下一个约询的叫蔡壁如了？原来今天又爆出来，他说。所谓的朱雅虎要负责他老板就是沈庆金会负责蔡壁如的薪水，大家又打一个大问号。蔡壁如那时候已经是立法委员了，关你什么事？他本来就有立法院领的薪水，为什么要去谈这份薪水的事情？我就想起一件事情了，因为柯文哲从头到尾都认为应该让第7名的吴欣颖当立委。而不是由蔡壁如当立委。我在中央委员在排这个所谓的民众党的不分区名单的时候，2019年的时候，
柯文哲还说要不要把吴欣盈列到第5名，蔡壁如列到第7名。那时候我劝柯文哲说，党团刚成立，你必须要有一个心腹放在党团里面来处理你要的事情嘛。所以那时候蔡壁如才放在第5名。柯文哲很明显的在我前面讲一句话，反正蔡壁如我叫他退，他就会退。他就是把柯文哲就把蔡壁如当成他身下的最忠诚的一个人啊，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这个所谓的2020年8月，是不是柯文哲又起心动念，想要蔡壁如退下来，换吴欣盈变成是立法委员，所以才有所谓的跟朱家虎或者是跟沈庆金要了所谓的蔡壁如的所谓的薪水的问题。这个东西当然也要蔡壁如跟检联调查完整之后才会有答案。但是要讲的是说，柯文哲其实从头到尾都不希望蔡壁如是当立法委员的，他希望叫做吴欣盈去当这个立法委员，而星光金的角色就在这时间点又出现了嘛。市北柯案跟这个有没有对价关系？这个东西都是未来检内会持续调查的部分。市北柯案跟这个有没有对价关系？这个东西都是未来检内会持续调查的部分。回过头来讲到橘子，刚才讲黄国昌谁搬钱到党部这件事嘛，这个是当周刊报道是简讯的内容嘛？那简讯的内容，党部这个有2个意义了，一个叫做现在的民众党的旧的中央党部在杭州南路，另外一个意义叫台波大楼。那时候橘子要离开之前，是8月的时候，党部已经整个准备要搬到所谓的台波大楼，他们现在旧的党部还是在所谓的杭州南路。有没有可能这个党部指的不是旧的党部，而是指的叫做台波大楼的，不是3楼，3楼现在在装潢嘛？是2楼的，包含众望基金会，包含木可公司，包含所谓的新故乡协会都在2楼，而他们总称叫做党部。而党部这个意义不一定是黄国昌指涉的杭州南路党部，而检联的为什么要搜索党部，包含杭州南路或者是所谓的台波大楼，都是可能是因为这个简讯你必须去解谜嘛，必须去确认到底是在旧的党部还是新的台波大楼里面。我觉得检联去搜索所谓的民众党的中央党部一定有所依据，而所谓的依据就是所谓的这个所谓的简讯的内容呈现出叫橘子去搬钱这件事情嘛。那今天周刊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个角色叫做张敬源，所以要打脸黄国昌，因为张敬源的关系就是跟黄国昌非常的密切嘛。他们同时是吹哨者保护协会的共同创办人。黄国昌是第一任的理事，现在的理事就是张敬源嘛。而张敬源跟黄国昌的关系，说真的还不如柯文哲。为什么呢？因为张敬源在2014年就跟柯文哲认识了。在这一篇报道里面上报的这篇报道是2019年的报道，它里面写的非常详细。2014年透过也我都认识了，叫汉草联盟的一个黄建新，过去因为民进党支持柯文哲，2014年支持柯文哲选这个市长嘛，那汉草联盟不是民进党系统的，是所谓的柯文哲直接指挥得了的系统，所以汉草联盟的黄建新跟所谓的张敬源是25年的同学，介绍张敬源给黄建新认识，给柯文哲认识之后，甚至在2014年当选之后，他要张敬源做财政局的局长。后来因为张敬源那时候还在所谓的永丰金控里面，做总经理，当然永丰金控的总经理薪水当然比较高嘛，他就不愿意去做财政局的局长。但是市府里面却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永丰金控帮，所谓永丰帮啊，包含所谓的陈庭如，后来做了所谓的悠游卡公司的董事长，包含小凯、邱玉凯。这个邱玉凯就是吴子嘉口中所说，如果有所谓的冷钱包，就是这个小凯去处理的哦。这个是吴子嘉说的，说所谓除非有证据，要不然没有办法。对，悠游卡公司的邱姓高层嘛，邱姓高层又跟柯文哲很好的，只有一个人，就叫邱玉凯。这个人也是所谓的永丰帮，而这些人是不是透过所谓他们的金融跟资讯上面的知识，在帮忙柯文哲处理背后的所谓的我们现在
极有疑虑的所谓的冷钱包也好，或海外账户也好，这些人可能都是一个关键的角色。OK， 如果你是蔡壁如，你当然会跳脚。OK， 那你凭什么说人家要去弄我的一些薪水？刚刚讲我就是立委了，为什么要这样？然后讲的所有这些，那蔡壁如说要告了，那接下来大家就看明天后天，然后会不会真的到地检署去提告，针对这所有的这些事情。可是这里面一直有一个角色 ，OK？ 如果讲刚刚 USB 解密，讲到所有这些橘子的角色，从上礼拜开始一直到现在，所以橘子的角色到现在因为他也没有发生，他在日本他也没有发生，然后他也没有说任何东西，可是所有的东西都只能说橘子是非常重要的人，你不能说他有没有在中间涉及，但是他真的非常重要。刚讲张敬源，柯文哲去跟张敬源会面，只讲媒体只说他们去密会，也许要聊一些事情，带的是谁？是橘子，而且橘子还先进去，先进去之后见了张敬源，在张敬源他家跟他的密友家等柯文哲，所以那关系有没有很密切？超密切的啊！所以今天这个民众党针对于周刊的报道都非常的生气啊，说这个黄国昌说这个周刊抹黑，说橘子到这个党部去搬钱这件事情是抹黑。我就问黄国昌，你怎么知道是抹黑？你怎么知道橘子没有去拿？你怎么知道党部没有？你是橘子吗？你有去张敬源家吗？你是核心吗？你有管过 USB 吗？如果都没有，你都不是核心，你都不要出来欧北共啦，对不对？现在真正核心的人，从媒体报道，还有现在检联真的在查的，就是这个橘子嘛，橘子鱼嘛，包含 USB。现在传出来，柯文哲的 USB 在橘子的手上也有一个。那橘子手上的那一个，跟连检手上的那一个资料是不是一样的？不晓得。有人说橘子手上那个是更新版哦，柯文哲那一个是旧版哦，是被还原的哦。然后徐子瑜手上带走的那个是最新的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黄国昌你知道吗？如果你不知道，那你跟人家拍给我拍什么？对不对？然后。柯文哲有交代你400万，叫你8月27号离开吗？也没有啊，全部交代的就是徐子瑜，代表徐子瑜是真正的核心，所以包含黄国昌，包含这个非核心的发言人吴怡萱，包含战狼小姐姐陈志汉都卖上去。因为真正核心、真正了解柯文哲身边到底在处理这一些事情的人，包含跟政商的关系，包含有没有用蔡壁如的名义去要求沈庆金给薪水这一件事情，你们通通都不知道。现在知道的那个人就在日本，而媒体报道的是说，联检在查橘子的部分，在之前找到了跟警政相关的人，跟橘子非常好。还跟橘子联络，希望橘子回来，但是橘子就是不回来。那你们应该去看看监视器啊！而且橘子那时候如果已经在柯文哲身边没有任职，他不管是台波大楼或者是杭州南路的这个柯文哲的民众党党部，他都不应该进去哦。你们应该好好的去查一查，为什么要先生气？应该要先去好好的看一下嘛，而不是这么更小灯熊皮就用什么要求周刊抹黑啦，然后要求要道歉啊。那我要问，那如果最后证实是真的，那谁应该要道歉？那民众党要不要好好的解释一下？我觉得这些事情应该要好好的解释，先不要更小灯熊皮嘛，你应该先把这些事情解释好、解释清楚嘛，不是先骂周刊就可以逃避这一件事情啊。但是我相信他们是没有办法回应啊，所以他们只能骂人来逃避这所有的一切。因为舒培刚提到一点，当然第一个，如果是任何不管是被告啦或者什么这些，或者嫌疑人这些是无罪推定的角度去看这个案子。那我想民众党他们讲的说，你拿证据出来，你不要看周刊讲话。舒培刚讲了一个事，就因为8月份的事，我不知道大家的那个监视器大概保留多久，可是那时候很早，就8月底以后，柯文哲大概8月30左右，那30还是31，那是第一次，对，第一次包括搜索啦，所有这些，所以画面如果有的话，那这是可以出来。那如果没有，民众党也可以出来讲。我就调给你看嘛，橘子没有去啊，你这真的就科幻故事了，好不好？那真的这样吗？好，可是这所有里面，如果这些政商名流讲的这些事，因为这个要看最后的起诉书或不起诉书，如果真的有这么多人捐了这些钱，而所有的政治现金都没有记载的话，那对柯文哲来讲的话，势必也会很伤。因为这就表示有很多的钱是飘来飘去，然后根本没有入账，包括媒体今天所讲的，那邱佩云他的那200万有没有进民众党？如果照媒体讲说没有，因为200万也没办法捐，
也没办法一次一个人捐啊。依照我们的政治现金法也没办法、啊，那你怎么办？企业可以，就企业啊，那他就个人，他拿现金啊，这样你就不知道，如果他都没有登记，都没有进去，到底怎么办？这些里面，那到底是怎么处理的？这是大家看的一个重点。橘子这个角色，你会发现最近大家都在找，包括讲说他跟张纪元碰面，对，是橘子先去。昨天是冠廷在我们节目讲说，那是开庭，柯文哲不是传橘子去作证，而那个作证里面，那一定是在证词里面写的。那橘子跟随扈2个人是进去看着监视器，为什么要去看着监视器？冠廷的说法是要看还有没有人进出，在那栋就高虹安跟柯文哲在谈事情那个地方，那橘子他是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我们就回头去爬梳了一下，因为大家现在都在找橘子的角色，他是随行秘书没有问题，他从最近这些事情看起来，他的角色应该非常重要，也没有问题。那他的家世很好，这大概更没有问题。各位还记得去年11月16号，11月15，蓝白谈成了6点协议那一天，我永远记得那天是礼拜3。柯文哲主席谈完以后，就来我们节目现场专访。那天在的义夫在，义中在，OK。我们后来回头去看了所有的画面，橘子也在，让你看一下，从下车开始一直到各位那天是有先遣人员先到，我记得徐虎他们是先遣人员先到，橘子是跟着柯文哲一起来，包括所有的过程，让你看一下橘子在那天专访在哪里。来，那个应该帮我印一下。好啊，就是。好。OK， 这是那天从下车开始一直到棚里面所有那些，所以橘子一定是对他就是随行秘书。可是从最近的一些事情来，我只能说他是一个重要人。可是到底中间有哪一些人、哪一些事，还有哪一些是媒体报道的，或是跟他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要看后面验证。一夫，所以大家现在看起来，金流这件事情都要问橘子吗？是这样吗？我觉得一件事就是，橘子可以看出来是柯文哲受信任。然后随行去了很多场，那账目上面会不会有 USB 在他手上？可以确定一件事，他应该保管了蛮多东西。可以确定一件事，他应该保管了蛮多东西。你说柯文哲会愿意陈银柱的300万曝光吗？还有陈东豪曾经说过的橘子去拿钱，而且那一位坦白说一下也是通缉在外，愿意公布吗？大概都不愿意吧。这一些人有争议的人，大概都不愿意公布嘛。那不愿意公布，你会找什么人去拿钱？第一个就是信任的人，第二个不会随便乱讲话的人，因为我不想让大家知道啊。如果今天没有2022 USB 被解出来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到那些人吗？应该看不到吧？应该看不到吧？好，那可以推估橘子知道太多事情，太多事情。你看到这一些没有不方便曝光的钱，有很多有橘子的身影在，那橘子应该知道，接触了多少人，大概拿了多少钱，那会不会他也有一个 USB 记录？会不会有他在陪着柯文哲去跟一些人见面谈的记录？他自己会不会做记录摆在哪里？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北检对于橘子的角色，跟一直联络橘子，希望橘子回来。那橘子现阶段都不讲话，也没什么。那你说一个这样的家族，杜聪明的后代，家底丰厚。你认为家里会不会
找律师询问，现在状况怎么样？然后要怎么处理？如何妥适比较可以回来，又怎么样可比较妥适的安全的？这是有可能的，这是有可能。哎，家底丰厚到这样，都可以成立2个信托专户，在那边管家产的人，你说这个律师不用问一下？而且现阶段他还是杜聪明奖学金基金会的董事，背负着整个家族的名誉，你说他们都不会问一下吗？应该会吧。如果你坚持不回来，会不会以手头上的证据足以证明，如果你真的有带钱出去，而那钱不明或是不法所得，你不回来是可以考虑用洗钱罪，对啊，如果把你被告通缉40年呢？是，现在37岁，40年后几岁？然后你整个家族，杜聪明的整个家族，因为你要背这个事，哇，玉夫你这个压力好沉重哦，不是吗？他变成扛的是整个家族，因为杜聪明，我相信这几天大概全国都知道，包括他在医学上对台湾的影响，所有这些，你这样讲呢，等于现在橘子是整个家族的声誉都在他的身上啊。杜聪明奖学金基金会董事，现在动之以情了。对，他现在是第14届的董事，你是道德劝说？没有，第13届是他妈妈啊，他妈妈当董事，第14届理论上是他妈妈不见了，是他接，应该是他妈妈交给他嘛。然后，基金会是他们家族里面杜聪明整个家族下来的标杆呢，是精神象征呢，是。然后里面你是后代是董事。然后背着通缉的罪名，你好厉害！你刚才那一段话里面，把人家说的那几个动之以情、说之以理、威之以势，你全部把它摆进去了啊！真的吗？对，我顾虑的这么全面吗？可是玉夫哥讲的是对的。如果橘子没有这个身份，你觉得他有办法那么核心吗？没有办法，对不对？今天的媒体报道就说柯妈妈交代的是什么？所以你说远房亲戚一定要用，一定要进去，对不对？北上念书住他家里，虽然住他家里的时候，徐子瑜还没有出生，我比对的那个年龄还没有出生，但是跟他家族跟你住人家家里，不会说你不熟吧？当然。然后他来当志工什么，你不要告诉我你从头到尾都不知道吧？原来你住人家家里面的小孩来当志工，你都不知道。所以柯妈妈才会讲说那个对啊，一定这远房亲戚，对，而且值得信任。对，你就不要骗我说你都不知道嘛。那你说走到这一步，逃出影园也在跟企业界碰面，也在拿钱，也在什么都在。你说检察官不把这个人找回来，要找谁？找徐府吗？徐府有去拿那么多钱吗？徐府最多就是那个 YT 的后台的事情处理一下嘛。没有，还有开门。开门吗？开门。好，然后你说找其他人有用吗？就是说知道最多事情、经手最多的人是谁？那邱佩玲经手的大概也应该不止谢国良一条吧？应该也不止谢国良一条吧？那你说谢国良坦诚啊，邱佩玲都被传了，邱佩玲被问，难道检察官不会问？这笔200万你交给了谁？你有没有交给谁？一定问的嘛。不是，因为对他们来说，他就是证人而已。对，我没有道理为了你们，然后我没必要啊。对，证人伪证罪是7年以下有期徒刑。我哪有什么道理为了你们大家，我要去做这样一些事？我该讲什么就讲什么，就最后没什么政治现金嘛。他不会就这样处理。所以你看谢国良，不管有没有经过掩饰啊，但是承认啊，有啊，什么？邱佩玲被约谈了，你认为邱佩玲不会回来跟谢国良说我被约谈了？你那个200万，我都如实讲了吗？不过现在看起来，因为媒体报道这一段的时候讲说，其实检方你说了，检方本来不应该有任何政治的考虑，可是因为要传的那个过程又是罢免案，在过程当中，那这么吵着这么沸沸扬扬的时候，所以检方大概应该会是在罢免案过了以后，没有搞不好是请假。
也有可能，因为11个人都是 USB 的，里面一次都约了，然后独漏谢国良。我觉得谢国良应该也有收到传票，而是请假吧。可是刚才好了，一夫这么样的喊话，不知道橘子有没有听到，或是整个杜聪明家族有没有听到？我再让你看一次，就是刚才讲那个去年11月15号，那在我们那个专访里面，橘子那个画面来。那个，可以帮我印一下。好，啊，是这。所以小平，你看嘛，他真的就是随行 ，OK， 从车上一起下来，连徐府在跟柯主席两个人在对内的时候，那橘子也在旁边。这所有这些现在看起来的话，好，北检针对今天所有的报道。北检有说，北检说，媒体报这些啊，包括什么谢国良没有200，沈庆基有没有付薪水的问题，北检说周刊报道内容是他们周刊依消息来源自行推测报道，因此相关报道内容真实性他不予评论。前几天才发生了一件事，还记得吗？周瑜修被传，传完以后，黄鸿昌大骂说，北检你们是政治办案吗？你凭什么去问周瑜修什么时候退？为什么要退民进党？北检马上发一个声明，说没有，我们只问他你什么时候加入民众党，因为你是我要厘清那个钱跟你有没有什么关系，我当然知道你什么时候加入，这个合理。黄鸿昌今天讲说他觉得不可置信，匪夷所思，你怎么可能问他什么时候为什么要退出民党？如果北检这样问，我也觉得不可思议，你怎么可能去问这？北检那时候马上发一个声明，说没有，我从来没问过那。但今天北检就跟你讲说，这是他们自己推测的报道，我不证明任何东西，好吧？但这一段我没讲到他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北检一定要做这样的一些的声明。可是你看这样所有这些，包括因为今天的东西真的多啊，小平你是这个案子里面主要提告的人， 5月6号就告了。是。那你觉得今天这所有内容跟你自己相关的一些的验证？我讲一些内行的话啊，黄国昌不然就装傻，不然就是状况外。现在你知道北检的检察官，你为什么讲的这2种状况？我觉得都有。都有啊，都是啊，我就讲给你听啊。我也认真去要上节目去问嘛。你知道，其实跑司法的北检的资深记者是非常权威的。你知道哈？你知道他们还去那个行政法院去，你知道吗？一直读漏啊，《镜周刊》一直独家，每个礼拜，而且他们认为《镜周刊》写的。根本就是一个裁定书里面的一小段这样，他要1段还2段还3段，看他怎么放。那北检现在是非常恨北院。北检认为是北院放的，谁说只有检察官可以放？可是北院怎么会知道这些？因为这些不见得在北院那里头都有啊。他们我都转述那些记者的说法，又说怎么样了？谁泄密这个还是很重要的事，好，非常重要。然后北院的某一个法官跟这个《镜周刊》这个写的记者是好朋友，是不是因为这样？好，那就抓。那这样我为什么要背黑锅？我看现在为什么不敢对北院动手，你知道吗？因为他们2个相爱又相杀，因为现在111亿土地扣，要不要靠北院？当然靠北院了。可是扣了。对啊。不，今天还想，如果还要扣人或干嘛？还没弄完还要送北院，所以北检什么时候开始？小平，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理论上是在调查的过程。OK， 第一个，北院告诉你，那真假我没有办法去告诉你，那是他们自己揣测的东西。可是就算里面这些，假设以后你回头看起诉书或不起诉书，假设有一些，那也是检察官或检调联的过程啊。院方。不是关院方什么事呢？院方就等你们要送声明书上来，你要扣人，你要扣地，你要干什么我才看的啊。院方压不压，他资料都很清楚。看如果是院方泄密的，看他要愿意讲什么，好不好 ？OK。那这2个已经翻脸了，北检跟北院。那什么时候？现在是相爱相杀，没办法，他有充分的利用价值。北院他要杀到底，因为弄不好这个王俊立就可以下台了嘛，就是好。所以他的职务保卫战啊，以及好，所以呢。他们什么时候开始会动手查泄密？我管你法官，管你是谁泄密。起诉后，
黄俊立就可以下台了嘛，就是好，所以他的职务保卫战啊，以及好，所以呢，他们什么时候开始会动手查泄密？我管你法官，管你是谁泄密，起诉后，那是另外一份局面。好，这边，所以我先把这方面跟黄国昌的认知啊，把它讲出来。第二，其实有3个主角，你知道吗？第一个就是送钱的富商，第二个是收钱的柯文哲，第3个是从中搬运的的那个橘子，对不对？所以橘子很重要。如果有这些送钱的话，对啊。好，那今天很清楚，很多钱是橘子现去拿嘛，橘子就是副官嘛。然后每个富豪也都有副官嘛，那副官是很亲密的，张大帅的副官做多重要的事情啊，猪油仔，对，那2个副官拿了钱去，当然很多钱就放到党部这边，这今天有登出来哈，那橘子跑掉可惜了。橘子再又不一样，你知道吗？橘子如果传又不一样，因为橘子是8月27，对，应小薇也是8月27，但应小薇连闯2个机场被拦下来，对，今天检方也再传了应小薇，但是橘子，各位不要说只是检方，我们大家在这里面，包括易善在柯文哲旁边待了多久？对，大家都没有觉得橘子有这么重要，所以我上一次橘子的名字出来，我才问易善讲说。橘子有这么重要？那为什么大家都不知道？然后结果也没有进管。低调，那橘子多不起眼嘛。你找杨宝珍一下被抓到，因为太漂亮嘛。橘子长得普普通通啦，橘子长得。那天来面对面，杨宝珍也在里面。是，他不是管钱，所以我跟你讲，他是流刺网，你知道？王科批，大鱼小鱼全抓光光，所以渔业就枯竭，你知道吗？然后他叫党狼哥。那个橘子叫现金妹，这全部他处理的现金嘛。好，那今天他回到一个重点是1500，现在证实是钱不是时间嘛。因为1500那时候他人在哪里？在大同区里长联会会长何英辉的办公室，好不好？就当天就带了8个里长啊，然后那去干嘛？我就打电话给何英辉啊，我很熟，然后我打给他去干嘛？阿北去干嘛？他说就叫我们这些民进党的里长去投那个，不要投黄珊，不要投陈时中。那后来是不是又跑到4点多跑到中正区，又找了一些里长？那我就问那些里长说，那你柯文哲来干什么啦？他说叫我们国民党的这些里长不要去投那个蒋万，去投黄珊珊，这个就叫最后一场造势啊，一些细节这边聊天，所以完全证明1500是钱，1500是钱是换还是？比特币还是什么？那边没有单位，只能讲1500，而时间又非常巧，就是在11月1号的事嘛。那上面是写11月1号，2022那10月18号拿到建造，19号动工。我认为依这个常人的判断，拿到建造是什么概念？是给最大一笔钱，因为功德圆满了，是不是？功德圆满，那后面全部盖完以后，还可以给一笔小钱是什么？使照通过，银行可以拨款。懂这个建筑的基本常识嘛？那为什么要19号开工假开工？因为开工才可以跟银行搬钱，好不好？那个建融啊等等哈。所以呢，1500这个是钱。然后呢，那柯文哲其实你也不要以为他现在才干这个事。柯文哲真的是很爱钱。柯文哲在2014就开始拿现金了，好不好？你想想看，拿现金，民众党的那些小草会不会觉得他很肮脏？会不会就不爱他？然后就变成含羞草跑掉了？那含羞草都跑光以后，只剩下一种草，你知道吗？叫猪笼草。那把我当虫子掉里面，不然7749年化为血水，你知道吗？那现在就很凶嘛！你看吴育轩那么凶，还有人跑到我服务处现场上大号，这些小草会不会太坏了？小草黄金万两，你有要告吗？我告了。媒体说我告了。我本来不想告他，后来分局长提醒我就告了。你知道为什么？提醒我，第一个他在我们辖区的我的区已经4、5起这种案子，法院给他贴什么黑手印，有没有那个油漆那个？就我觉得应该惩戒他，然后还想来道歉，拿那咖啡来到我服务处，可他的咖啡你敢喝吗？把人在那边，我本来也就算了，为什么一定要告？他把它PO上网，把那个排泄物PO上网，这样羞辱我就要告，我就是过头了，你知道吗？然后那到了那边，我要开记者会，他知道以后，他还去怎么去堵我？
到分局，他去直接去堵我什么怎么样跟我见面什么，你再问他，那你要找他干嘛？找钟小平？他说我跟你讲哦，钟小平很糟糕，跑去基隆哈，还可能会被罚钱，然后他罚了钱，如果来救济我们万华的中低收入户多少，还在搞我不告你啊？可是小平，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你说变成猪笼草，把你化学罪，对啊，像你就像你刚刚讲的内容，你讲柯文哲从2014年就拿好，我就讲，那你要有证据才拿得出来啊，要不然他们就我在节目再讲一遍，他到现在没有告，好不好？因为2个金主我都认识，送钱的我都也是我朋友。哦，好，第一个，请问柯文哲啦，你获得民进党李亮提名的帮助之后，对不对？姚文智没选了之后，那你是不是到处找人去要钱？选举要钱，我觉得合理。好，你要钱没有关系，你要给人家收据啊。政治现金大家做规矩来。那有一场陈春同也有捐，我都点名哦。陈春同有捐，他还是那个都委会的审查委员哦。好，然后有没有在第一场在哪里？在那个某一个殡葬公司，在衡阳路的办公室，那7、8个人捐，第一场那捐至少50万起跳，50万以上叫水洗，好不好？好，我这讲的够细了，人地实物。第二场，请问同年2014，然后有没有在国宾饭店22个位置坐了20个人，对，然后连你21个人，你是那个候选人，其他20个人有没有一人给你现金100万？有没有嘛？有嘛？不然有，如果乱讲，早就被告死了，好不好？那到现在有没有回应？没有。所以我跟你讲啊，也不是现在才拿现金呐，那时候也没橘子姐吧？还没有吧？应该没那么早，还没有吧？2013没有，他是2017年才过去对嘛？小孩子嘛，那时候你就习惯拿现金了嘛。对，你也那为什么有些人在跟我抱怨说，哎，他都不开收据，我们也想报个税什么，他也不给人家收据啊？所以从小就坏嘛，也不是现在才学坏的。那小平刚刚讲的那些呢，就看柯文哲主席如果出来要不要告钟小平 ？OK， 可是他把人事既然要这样讲，好，可以做某种程度的验证，到底有没有？大家没有这件事情，周刊报成这个样，你也看到民众党黄国昌所有的反应，蔡壁如的反应要告，然后假的所有这些。那接下来呢？因为大家最关心的是，当已经讲成这样，柯文哲照羁押的时间算2个月嘛，一起。你算一算，应小薇他们更早哦。对，对。所以未来呢，大家现在要看的就是起诉不起诉。如果2个月最后没有决定要不要延押，这些都是里面很重要的关键啊。第一个指标哦，下星期会不会北检跟院方申请延押应小薇跟沈清行，它是个指标。好，因为他们更早嘛，早1个礼拜嘛。那如果你要延押的话，也要在到期前1个礼拜大概提出申请。那申请之后给法院一个时间去做决定。那如果北检有提出来要延押这个应小薇跟沈清行，那大概是说这案情就还有一些需要理清的，所以要再多2个月，所以这是一个指标了。那第二个指标是说柯文哲现在身上的案子真的太多，所以我也觉得说北检大概很难，就是一次啊，这个金华城第一果菜市场，如果钟小平告的那些案子，全部一口气我就告4条哦。只有算了，全部一口气要处理完，我觉得2个月内有困难。很难。我讲真的嘛，因为台北市政是一个区块，台北市政钟小平就告了4大案，另外他的党还有政治现金，还有木可，是不是背信的问题嘛？那所以我觉得这第一区块呢，北检应该是先集中处理金华城跟政治现金，因为这个是相对目前可能资料比较多、线索也比较多的。那这一块如果说证据巩固之后，那我还是觉得北检心中设定的目标还是希望说可以尽早起诉了，因为这个减少后续有这些政治言语的空间嘛，那所以你看到现在为什么他们密集的约谈这些周边的证人，我觉得是因为北检已经不想管柯文哲承不承认了。他不想管被告的部分，他就是要去让旁边的这些周边的证据去巩固他所查到的这些客观的物证嘛。像刚刚讲的那个，为什么要约谈这么多这个社会先进贤达这么多董事长？因为他就是要去厘清随身碟里面的1500到底是时间还是金额。那时候大家都以为是要查政治现金，然后那时候我们在想，查政治现金有必要搞成这个样子吗？现在发现他是要查，就是用所有的比对模式，那个钱差来差去的，所以他非查不可。对，因为金华城案呢，按照现在媒体披露，其实北检真的认真开始查是早在今年5月就开始，那只是因为这个可能应小薇他不知道从哪有灵感，然后突然说要出国，各有双方各有内鬼，好不好？无间道啊，是无间道，是这样子。
所以现在也有一条支线嘛，大家说检联在查，是不是有人泄密？不是说泄密给媒体，是泄密给应小薇。因为太巧的时间是，橘子跟应小薇都是8月27号要出国，那只能说很巧，那就查查看有没有嘛。之前还有这个传出说陈佩琪医师他似乎也定了要出国的日子，所以这些巧合连串发生的时候不查不行，你一定要去查清楚。那所以在现在的这个案子，我觉得已经走向要收束的阶段。就是北检的野心也不会太大，说我要一次把所有案全部弄出来。金华城案跟政治现金和木可公司先弄出来，我觉得就已经算是第一阶段达成了。那在这个司法这样走的时候，我觉得在政治上，你看现在这个黄国昌也开始逐渐在做处理。就他的处理方向，我观察到现在，我觉得比较像是说，他不是真的去关心说柯文哲什么时候会出来，他关心的是他能够用多快的速度把柯文哲的政治能量收拢到他自己身上，因为你去看他以前的这些轨迹啊，当初他的党时代力量徐永明也出事，但那个时候呢，因为黄国昌已经相对退居幕后了，所以他就没有再帮徐永明办活动，他一场说相信徐永明清白都没办过，不要说什么法院外面静坐啦，连这个出来拿麦克风号召时代力量的支持者，他都没有这样做。那最后，徐永明被判有罪的那一天，他后来只有淡淡的在发文讲一句话说：“我认识的永明不是这样的人。”这一曲对他来讲就结束了。为什么？因为政治能量已经在他身上嘛。可是他现在要处理的是说，柯文哲政治能量现在有没有已经转移多少到黄国昌了？在还没转移之前，他为了保持这个转移，他一定要帮柯文哲背书。还没转移之前，他为了保持这个转移，他一定要帮柯文哲背书，所以他会出来在这个总要去长白山一趟了，四寿山变长白山，对，要把它变成这个正统的传人，他需要时间了，那所以你看他今天的发言哦，他只像周刊一句说，谁要为了说到民众党拿钱来负责，他有没有帮柯文哲讲说，我认识的柯文哲不可能收财团的现金不申报？有，他有没有讲这个？对不对？没有讲。他因为不需要了，为什么？因为现在整个已经转移，跟1个月前、2个月前比已经不一样了，今非昔比。现在已经转移到说黄国昌快要定于一尊了，因为蔡壁如跟黄珊珊已经接连边缘化了。那当他被定于一尊的时候，他就不需要把他自己的政治生涯跟柯文哲捆绑那么紧嘛。他现在要保的是那每年有1亿5千万的台湾民众党，所以只要讲到党的事情，他跳起来。他开始那个政府机构，像那个地检北检那些，他其实他目标现在转向赖清德，是你不觉得？你现在看他这样讲，他说他跟周刊说，如果你们周刊敢写他个人，对，他就告。那我觉得，那你台湾民众党现在也可以追究周刊啊。如果你觉得你党不可以写，对，所以柯文哲随便写没关系，民众党应该要出来告。对，所以在这种种，你会看到说，当柯文哲的能量被黄国昌吸取越多的时候，其实他跟柯文哲会逐渐脱钩。而当民众党的能量已经都在黄国昌手上，他定于一尊的那一天，那柯文哲如果起诉或有罪的时候，也许我们有机会听到黄国昌说：“我认识的柯文哲不是这样的人。” OK， 可是这样看起来的话，过程当中一种USB 在这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检方收也是扣 USB， 开始慢慢弄。好，现在讲说那到底橘子身上也有 USB？ 那除了这个以外，大家现在回头好了，前一阵子大家就开始回头去看柯文哲讲的很多话，都会被大家拿回来，对，那就是个回力镖的感觉啊，很多啊。柯文哲去年在力挺高虹安的那个助理废案的时候，他曾经在8月14号讲的这个名言，他说什么？他说要贪污的人啊，不会把账记得这么清楚。意思就是讲高虹安没贪污啦，因为一寡小兔账本那个意思讲没这啦，要不然就不会记啊。对啊，所以柯文哲。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柯文哲现在把 USB 的账记得这么的清楚。因为他说他觉得那没有贪污。他认为没有贪污是不是？好，那他的没有贪污，最近让小草们有点压力很大。因为之前镜周刊不是传出那个小沈1500这个数字嘛？那一直不断的有那个小草们就一直解释说，那个是下午
3点。那其实包括媒体人也都去调了那个当天的柯文哲的行程。就其实小平刚才再解释一次。对，就那天1500柯文哲就没有跟那个，他没有私人行程嘛，这第一点。那可是那个小草们还是不放弃，一直说侦查不公开，你们不可以一直在那边。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个小省1500这个数字啊，是他们的保命符。他们必须让他跟1500万这个数字是脱钩的。但是检调也不是笨蛋，虽然柯文哲传他来，他就是那边不来，我要去，我有外面的巩固，所以把那些相关的这些大咖都考来了以后，每一个都招了嘛。上面写的数字，你100，你200，你是不是关到温嘛？你是不是关到柯文哲？而且这些钱最尴尬的是什么？在之前哦，小草们可以说合法的政治献金有错吗？朱雅虎那210万，那都是合法的政治献金，那查得到的啊，有错吗？其实，在法律上来讲，凭良讲，你还真的没办法找他错。你如果没办法连接到对价的话，他说那个政治现金，那就是合法的政治现金啊。可是这一次的不一样啊，包括小沈的1500，以及小沈还没认，可是其他那些人都认啊。他们确实私下交给柯文哲这些钱。最尴尬的是什么？今天不是问黄国昌吗？然后黄国昌不是不讲，结果谢国樑跳出来说，大致是这样。就谢国樑自己承认，那个200，就是以后柯文哲的急嘛。那只是说，他是家族长辈，对啊，那就抽。那这件事情是有蹊跷，你知道，因为谢国樑没台没机，什么7月，他说，他的家族长辈去新竹听了柯文哲跟高虹安的演讲以后，没有一集，那个时间点非常的诡谲，因为那个时候是要2022年是要选那个年底是要选基隆市长，来帮大家爬梳一下，在2022年的7月的时候。这是民众党原本是要征召立委高虹安出战新竹市，然后基隆市长是要征召立委邱成元。看一下我们在方框的部分，民众党预计在7月13号举行临时中央委员会，然后目的就是要征召高虹安跟邱成元。然后最下面还有一个引述那个报道，柯文哲直接不演了，就要求高虹安跟邱成元出战。这是7月的新闻哦。好，7月原本应该预计7月13号要开这个委员会，对不对？单戏来哦。那个他不是说他的长辈在新竹什么听的那个演讲吗？对啊，我去查了一下，应该是这一场。这一场是高虹安，应该是7月13号征召以后，他7月16号第一次回到新竹，公开的有没有柯文哲跟高虹安站台？这在新竹。然后他当然在讲一些事情，可是重点是，所以这一场，那谢国樑的长辈说他在下面听到演讲，那应该就是这一场新竹7月16号。那听完以后就决定就很感动，对啊，好感动，要捐200万。很感动，高虹安选举关你什么事？他很感动，好，很感动了。以后来，我们继续往下看时间点。我们先看右边这一张，到了该年的8月19号哦，记者问邱成元，你是不是要选基隆市长？邱成元说什么？带下周的那个民众党的选委会来评估，就是说一个被算哦，一共上面一共相关的作业跟地方生根，民众党都已经准备好，就等民众党的选举对策委员会决定。他就要准备走了哦，8月19号一个被冲哦。我们看左边这一张，到了该年的8月31号，邱成元说他宣布不参选基隆市长。最好笑是旁边还一堆议员，很多小鸡在旁边。你母鸡你不冲，你叫那些小鸡去冲，难怪后来小鸡都落选。这个逻辑对吗？你知道邱成元从2020不分区当上民众党不分区立委，一给人。其实有常去基隆庙口夜市的在，也看不能挂就多来呢。都表示说，邱成元其实一直都要布局基隆市长，所以他布到该年的8月19号，他都还要决定，还在拼哦。可是到8月31号，他不选了，然后小鸡去选，这逻辑哪里对？我问你，没道理嘛。所以现在重点是邱成元要不要出来讲话？你当初是什么可以用烧掉嘛？那200万到底是什么回数？不是邱成元为什么你？好好的准备了那么久，我从2020当上立委以后就布局基隆，你去问所有的基隆人都知道，也砍棒人挂你给浪。那你结果到该年快要选的前几个月，你跟我说你不选了啊？在之前7月柯文哲还要你下去选，到底7月到8月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97条就有这蛇银牙灯念给大家听，对于候选人或具有候选人资格者。邱成元资格者寻求契约或交付贿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约其放弃竞选或一定之竞选活动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我问你，刚刚这些情况有没有像蛇银汤？哪里不是？唯一的差别是，可能200万不是邱成元没收啦，是收了柯文哲。但是你收了钱以后，你那是不是 push 邱成元讲不你卖算了？安尼有构成对价关系不？安尼是不是蛇银汤？邱成元就要闭掉边啊！最后
好了，邱泽元就乖了。董书记确实有乖乖听阿北的话，后来听阿北的话去选那个综合的立委，莫名其妙。选完以后，现在有没有得到好处？有啦。高虹安被停职以后，邱泽元就骂起民众党的新竹市代理市长。但我现在讲的是整件逻辑。现在有没有人出来解释一下？你敢不敢出来讲？你邱泽元大啦啦讲说，哦，我真的是自愿。还有邱泽元，你如果这么有种的话，你去新竹城隍庙前发誓，你跟城隍爷说，我当初没有被受到任何的压力，我是自愿退选。敢在城隍爷拜拜的新竹人是非常信这一块。柯文哲带高虹安去拜城隍爷，高虹安7年4个月，柯文哲羁押中，所以我跟邱泽元讲，你俩保证，我们那个城隍爷不是开玩笑的，你如果敢在城隍面前发誓，我信你。邱泽元，我信你。要斩鸡头吗？可以，不斩没关系。鸡是无辜的，用那个现在有时候那个面粉做木素进来，素进来，素花素果就可以，我信他。如果你敢去城隍庙发誓，我就信。好吧，连城隍爷都请出来，那这个当然这个过程会不会让大家有一些的问号？刚刚讲的意思是说要不要出来跟大家解释，其实没有这一块或者什么。可是如果你这个过程，刚为什么一开始讲周刊今天所讲的这些，那蔡壁如为什么会喊要告？因为一晨是中间有一段。是讲说，后来朱亚虎传，不是感谢560啊什么什么，他讲说传给3个人，然后媒体这一段是说，朱亚虎是说拿着麦克风，是上周跟才庭哦，各位记得吧？朱亚虎本来抗告以后发回跟才，这一段是讲跟才庭的时候，朱亚虎拿着麦克风说他用赖传着文字给蔡壁如这3个人，他说。传完柯文哲就会知道了。蔡壁如生气，一个是讲有没有薪水的问题，大概我想包括这些，所以他说要告。可是如果以这一篇来看的话，朱亚虎意思是说我传了，所以柯文哲你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这些事情。蔡壁如如果这样的话，从这个文字来看，他等于是在朱亚虎是在告诉大家说，蔡壁如也知道我有传感谢560那些字，有告诉他们，是这个意思吗？因为今天检方再把朱亚虎提讯，我不知道跟这所有的报道。会不会有关系？就是这样。不，传给蔡壁如、张哲阳跟李文忠，柯文哲一定知道。尤其是我说真的，尤其是张哲阳，一定不敢跟柯文哲说话。是民众党的秘书长 ，OK， 所以你7个人头进到210万，进到所谓的民众党党部，党部一定会收到所谓的捐款的相关的资讯嘛。这些资讯，张哲阳收到这个赖，包含收到这个钱的时候，一定会跟主席讲嘛。所以张哲阳是秘书长，而当时说真的，张哲阳虽然是秘书长，大部分所谓的组织工作也好，文宣工作也好，是蔡壁如在掌握。那时候其实因为民众党刚成立之初，其实都是蔡壁如一手在草创的啦。所以蔡壁如也一定会去跟柯文哲讲嘛。比较讶异的是朱亚虎为什么在当庭里面拿着麦克风？因为说真的，赖记录里面如果有记录，一定会在书面上面有证据嘛，表示他对蔡壁如是不是特别的不爽或者对这些人会特别的不爽，所以特别把这个名字用麦克风讲出来。而这段的当然是周刊报道啦，是不是因为我要讲的是说，蔡壁如跟朱亚虎之间明明就是应该是蔡壁如处理所谓的392到560，那到底为什么后来是李文忠接手去处理？就是牵涉到2018年560核定之后，到底蔡壁如可能没有去处理好这件事情，李文忠接手才处理好这件事情，所以蔡壁如不得所谓的柯文哲的信任嘛，因为包含钱的问题，或者是处理所谓的金华城容积率的问题。我说真的，我那时候很清楚，蔡壁如其实比较支持的叫做392，比如说因为很多392派的官员包含林周明也好，林清龙也好，有时候会透过我说去跟蔡壁如讲说，如果是560会违相关的法令嘛，因为就是所谓的西北角那一块就是没有被执行嘛，所以蔡壁如可能在当初有被说服说我们应该是坚持392的，所以没有支持到560。后来李文忠才接手处理嘛，而李文忠接手核定之后，2018年不要忘记，2019年。2018年的时候，蔡壁如就是李文忠变成是办公室主任所以蔡壁如变成是我只能去帮柯文哲做选举的任务，跟处理所谓的柯粉俱乐部也好，创立政党也好，已经不能管所谓的市府里面的核心业务了。这也是为什么柯文哲跟蔡壁如渐行渐远的很重要的关系，是不是就是因为金华城案导致蔡壁如跟柯文哲之间的关系疏离？所以我这边不断的要跟蔡壁如讲，我就好像你们跟橘子讲，要呼
喊他回来啊！蔡壁如，柯文哲对你真的很坏啦，你真的不要再当柯文哲身边的一条狗。这不是我说的，是柯文哲直接讲你就是一条狗，所以他叫你走就走，叫你怎样就怎样。到现在为止，你还护着他。我知道你是一个护主心切的人，但是这件事情绝对跟你的政治前途也好，政治生命也好，甚至是你的信誉也好，我觉得蔡壁如不是一个那么坏的人。如果你不断的帮柯文哲掩护的话，到最后所有的罪责可能要你扛下来。OK， 我想要补充一下，我刚刚不是提到这件事情，对啊，就是邱成远这个蛇营亚灯的嘛，有人在我脆留言，当事人，我念给大家听，他说。老师分析完全正确，我就是第一张照片其中的一个前4亿元参选人。OK。另外，后来谢立功2024年要选基隆立委，也是相同模式被敲掉。地方盛传，当初准备要选举的林佩祥，在谢国良陪同下，与柯密会，以开私人与老师参考。OK。东徐郎出来讲哦，所以命想先来巧的嘛。对，那还是一个质疑，就是有没有相关这样一些的问题，好不好？那这些，那在未来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发展？但是我现在知道小平为什么刚刚讲到说，有人会觉得，包括到底这些讯息传出来，我就讲，你回到假设到了起诉或不起诉那天看到内容，你就知道到底有没有这些。各位，这一段为什么？我觉得这周刊的意思是要告诉你说，我是有所本。他的写法是在跟裁庭。朱雅虎拿着麦克风，坦诚用这些什么什么好，到底有没有？我没有办法去确认。那看后面，然后包括蔡壁如要告来要什么什么，这些是一回事。我说他写的方式是要告诉你，我连在跟裁庭，他是拿个麦克风，然后去讲这些东西，我都描述给你听。那如果这一段，我单以这一段的文字告诉各位当天的过程，法官在，因为跟裁庭嘛，法官在。申请的检察官在，律师在，因为他被提讯，律师在。那当然，朱雅虎因为他提讯完就走了 ，OK， 好，法警在，通译在，理论上会摆啦，我不知道他们那天是不是一定有摆，理论上会有，书记官在，OK， 最起码会有这些人。那这一段，那记者到底问了谁？我不知道，我只是跟你讲，一般开跟裁庭。大概会有这么多的一些人，到底会是谁在那个里头 ？OK， 那是不是真的有这一段流出来？可是这个写法是要说服你说我是有所本。当然，黄国昌他们就跟你讲说，反正科幻就是这样一路往下走。但是苏培还有新的人名蹦出来。检联现在查已经查到，我们都已经觉得时间压力越来越大。他没有啊，他不是又传有人讲说是传，包括是不是有签证会计师啊或者什么这些，还传是要传鼎院那边吗？要问什么呢？对。就包含这个勤业重信的会计师范有伟，这个人大家现在觉得有点陌生，但如果讲到柯文哲之前有要成立一个第三方检举平台，我告诉你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人。所以他到底是负责什么事情？是不是就是如大家所说，有人传出来说范有伟是负责这个鼎越开发的这个签证，是他去负责。现在待查啦，因为我们现在查不到啦。不过代表就是说，我认为检察官现在在查的还是落在金华城。然后这个金华城的这个案子里面 ，USB 的那个密账还是一个关键。所以他到底是负责什么事情？是不是就是如大家所说，有人传出来说范有伟是负责这个鼎越开发的这个签证，是他去负责。现在待查啦，因为我们现在查不到啦。不过代表就是说，我认为检察官现在在查的还是落在金华城。然后这个金华城的这个案子里面 ，USB 的那个密账还是一个关键。但因为 USB 沈庆金1500这件事情，柯文哲不认，沈庆金不认，朱雅虎不认，所以他要把那一个密账里面所有出现的人，包含经手人跟包含相关的人等，全部都找来问一次，然后去证实，就是说这个沈庆金1500在2022年11月1号的1500确实是钱，而且是沈庆金给的钱。好，然后再来沈庆金给的这一笔钱，因为现在查不到啊，1500年到底跑到哪里去？
没有在柯文哲的账户里面，也没有在柯文哲他家，也没有在柯文哲的党部里面有发现。但这个钱到底在哪里？有没有可能就是11月1号沈庆金1500记载之后的隔一天，11月2号众望基金会宣布成立，11月7号众望基金会去法院登记的法人，是不是这一笔钱就进到众望基金会去？所以包含刚刚讲的啊，这个黄国昌又生气周瑜修的事情啦，然后还有包含这个戴瑜文呐，包含现在很多要查的，比如说昨天我看到包含一个柯文哲在市府后面2任的一个也是机要，听说这个机要也是柯妈妈的姐妹介绍进去的当机要的，也是昨天也被约谈了，全部是不是在他柯文哲卸任，就是说在2022年12月24号卸任之后，这一群人，包含周瑜修，包含陈志汉，包含这一群在市府待过的人，他们是不是都先转到所谓的柯文哲办公室，而柯文哲办公室的地址就是在台博大楼，他是不是就先挂在众望基金会底下？如果是，那就查起来了。全部要查的没有脱离太远，就是还是在金华城里面，只是金华城给的钱到底跑到哪里去？我认为检察官在查的就是这一件事情哦。不过今天还有另外一个人是很有趣的人啊，就是刚刚讲的橘子去提早去他家的那个张敬源，因为张敬源其实是永丰。过去是永丰银行的总经理，然后大家都叫他是最大咖的吹哨人，因为他吹哨了他的前东家，然后他因此而被告嘛，但你知道吗？张敬源当时在永丰金提告的这件事情啊，他被永丰金告，你知道他的辩护律师是谁？郑生源。郑生源呢？所以郑生源是谁？郑生源就是现在柯文哲的辩护律师。所以张敬源跟柯文哲的关系几乎是连在一起的然后听说他的经济状况非常的好是柯文哲在后期非常信任的一个重要的金主，所以柯文哲在蓝白河的时候不是有一间民调公司吗？从这个政治现金专户里面拿了900多万吗？就是张敬源投资的就是张敬源投资的所以这些关系如果连接起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就是说，柯文哲原来这一群人其实都是扣在一起的，但现在就是说柯文哲的政治线就是在金华城案这一件事情上面 ，USB 里面这个事情其实是最重要的。然后检察官要查的是说，就如之前周瑜修所说的，如果连应小薇都拿了4000多万，柯文哲怎么可能只有所谓的什么210这样子的钱或者是1500这样的钱？我觉得检察官要努力的其实是查更多啦。不过我要讲的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蔡壁如的部分今天大家在看到朱雅虎的这一段，就是说在2020年的8月的时候，传了一段讯息给柯文哲，跟柯文哲讲说，老板同意蔡壁如姐的薪水，老板要负责。大家都在想说奇怪啊，2020年2月1号，蔡壁如不是才刚当选上任那个立委吗？8月的时候他才刚做半年而已，哪有什么薪水的问题？那如一善哥所说的，有可能是柯文哲准备随时让他离开，但也有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蔡壁如呢只是装潢费的另外一个代名词，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柯文哲为了装潢台波大楼、装潢那个党部，用这个名义去跟很多人募款的嘛，所以蔡壁如很无辜。所以蔡壁如会不会也是一个这个名号拿去跟沈庆金募款的？这也是有可能啊，因为所以我觉得壁如姐不要急着生气啦，因为有没有这一件事情，有没有发生这件事情，只有柯文哲跟朱雅虎或者是橘子知道，所以你可能也不知道，所以不用那么生气。你想补充？补充那个会计师范有伟我真的一直觉得这名字很熟悉，后来我查一下我的 LINE 结果出现了他的名字。他是在2019年民众党刚成立的时候的顾问团的之一，也是跟我一起所谓的审核不分区立委名单的人所以当然我不觉得是问这件事的，但是他跟柯文哲跟民众党的关系是很深厚的，到底问什么事还是要检联最后的起诉书来说明。但是范有伟跟民众党之间，在我们创党之初，他就是一个我们非常重要的。OK， 可是你说所有这些大家讲的讨论成这个样子，一夫第一个。
光不管小平前面讲说柯文哲到底有没有政治现金那些，有没有申报的这些，甚或现在讲，那他有没有涉及到土地的问题，或有没有收贿的问题？正传民间有一份的民调那里头，那个看起来，尤其对柯文哲的人设会有改变的人，其实是蛮高的。也就是说，这些事情对柯文哲来讲的话，因为他当时的人设，我就讲，因为柯文哲把那个人设做的跟人家完全不一样。譬如说，你到陶朱演员唱歌，平常讲这个没有什么，你就认得嘛，他就是这样。财团也是市民，是，但因为你把那个人设跟这之间完全做不同的一些的假设，结果后来到这，当你做这件事以后，大家就会说林乃山呢，他会变成这样。所以这所有里面对柯文哲到底影响多大？金华城这件事情，土地一旦被扣，这件事情解决大概就不是1、2年的事了。当然，你看第一个先说。你对柯文哲的印象，在金华城事情爆发以后，你对他的印象变差的就40.6。有人说因为金华城，我对你印象变差是46啊，然后没有明确意见的是11.7啊，当然一样差的就是过去表示我对你就是差了嘛，哈。一样好的17.0，没改变16.1，当然没改变这就很难估啊。没改变可能是我对你就是差，我对你就是好，那没有改变。但是你基本上改变已经看到是40.6，这一个已经算是非常高的比例了，40%，你受访者40%里面对你的印象是变差。另外你看有没有故意图利？你看有故意图利的是51.2哦，就说柯文哲是故意图利给金华城，没有故意图利的是21.8。那在这里面呢，要回到这边看板没有一个数据，就是说在这一份正传媒这份民调的时候，他有做政党的支持度，那几趴而已，民众党只有10.6%， 10.6%。但是没有故意图利，却有21.8%。那你翻了其他的民调里面，你会发现，国民党的资源蛮多的。是，你看，有些蓝军人也觉得是这个样。对，你注意看这边嘛，你看，民众党认为，没有故意图利的是74.8%，但不要忘记哦，他的整党的支持率是10.6而已哦。10.6，如果74.8的话，那大概只有7%而已哦，7%而已哦。但是他没有图利的却有20几%，所以回过头来看到国民党支援了25.8%没有图利，但是不要忘记哦，国民党的整体支持率是23点多哦，所以他28等于1/5也支援了多少趴？对，所以你看，光靠民众党，他不可能有这么多的支持度。是，所以，但是你就看到国民党一定支援嘛，国民党现阶段对抗绿营也是一样的这个态度嘛。那你看有没有贪污收贿？48.4%认为有，没有贪污收贿的是28.0%。28.0，那刚才就讲过了，国民党又支援了不少。好，然后你看，相信清白的19.1，然后有故意图利跟有贪污受贿，两者都认为有的，42.1哦，42.1哦，没有的只有5.0哦，没有的哦，没有有故意图利，没有收贿5.0。那没有故意图利，有贪污受贿1.8，那都没有的19.1，然后最有趣的是32.1呢，是任何议题以上无明确意见，就图利或是收贿里面，其中有一项他没有明确的态度，就列在这一边哦。但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印象对柯文哲好吗？当然不好啊！对啊，光那个4成，基本上一个事件就造成这样的影响。4成里面对他印象差，4成也认为他有收贿也有图利。那4成共同认为你既图利又收贿哦。所以你说柯文哲这一段时间的印象，你在看到历次上的其他的民调跟
那个正传媒的比，其实你会发现趋势是一致的。这对民众党、对柯文哲来说，未来就算出来也未必是好事一桩。就在未来的话，就阿苗讲说，其实对民众党来讲，跟柯文哲是不是真的还要完全绑在一起？那不管接下来有没有后柯文哲时代啦，或什么，它会非常复杂。可是现在有一个眼下牵扯到是台北市议会各政党的问题，小品要不要停工？要，马上停工吗？我最早讲的哦。停工是一个手段，可是蒋市府现在的态度是，那就等看是不是有起诉或什么再做，因为法务局好像是这个样子的态度嘛。应该有3种选择，我的主张停工，目标是配合111亿的扣那个土地嘛，然后逼他就范嘛，这是第一个，这我个人的想法啊。然后第二种情况就是现在李四川跟蒋万的决定嘛。第3个，我觉得许淑华的想法是不错的，就是谈判，你把那个你放弃20%，你还有700多，也赚很多钱了。我觉得这3种有这3个版本。OK， 阿苗你觉得？就是起诉沈庆金有行贿就立刻废照。现在李四川跟蒋万的决定嘛。第3个，我觉得许淑华的想法是不错的，就是谈判，你把那个你放弃20%，你还有700多，也赚很多钱了。我觉得这3种有这3个版本。OK， 阿苗你觉得？就是起诉沈庆金有行贿就立刻废照，就废照？对，沈庆金有行贿，在起诉书的内容的废照，让他上谈判桌。就是这样，因为废照之后，他就算要打官司。这个废照的官司一定是绑着行贿案的官司走嘛？那行贿案的官司搞不好一走10年，那就来看啊，谁撑得下去嘛？所以这个他一定会上谈判桌。那上谈判桌很简单，保底那20%容积奖励要放弃，去修改图说，把那个楼地板修掉，少几层楼嘛，他还是可以继续盖哦。就是如果修改图说少几层楼，他继续盖。这个案子能走得下去，在地也不会烂尾，但那个超过100亿的20%容积奖励可以回得来，是这样。因为这样算起来的话，560如果去掉那20%，它还有560的30%，再加上560，算起来有700多，就只扣掉那个20%的1.2没有吗？也赚好几百亿了。那700多也算可以的啦，给大家。如果现在回头想想，从当初不是392吗？郝龙斌那时候不是一直要这392不给？是工业区，对嘛？好，再找工业区到392，后来到560，现在算还是有700多728是吧？对啊，728。对，所以你如果真的来看这些，是不是在未来来讲真的会非常重要？可是你如果把刚才讲的所有这些，但现在看起来一种小草呢？现在能量呢？现在所有这些能量呢？你觉得？小草现在压力大在啊，随着那个 USB 的那个数字啊，步步指向，那都是金钱啊。那你要怎么自圆其说？而且重点是你们还是收的是黑钱，就是说你政治现金监察院找得到那个就白钱哦。你基本上就花钱东西欧级呢。那现在等到将来起诉，因为起诉虽然还没出来，小草们现在说不要信《镜周刊》，不要看这些媒体。都不看，他们就是不听不看。可是终究起诉书你得看啊，就剪掉到时候起诉书里面这些金流都会写在里面。那你们到时候难道你们还是要选择不相信起诉书，然后不相信未来的判决书吗？他们现在必须去跟自己说，现阶段还可以去糊弄，可是等到起诉书出来以后，他们就还是要去强化。所以小草必须不断的去办活动。所以你可以看到，虽然他们的活动人数从那个济南路最多的一场大概5000、1万人，后来逐步递减，现在连西门町据说要200人都快不到了。但是他们说，即便他们新竹这礼拜还有办一场，就还要办周6，他们还甚至他们党部主委台中党部主委说，即便只有10个人的客厅会，他们也要办。他们不能让这个失温。你基本上你敢不知？就是那种爬那种高山拄到一关那种风雨来的时候你不能失温，你要等待人家救援，那不能睡着的意思。对，不能救援，怎么样都要捏着你的脸把你醒。山上睡着就挂掉了。对，所以你一定要等撑7天7夜，等到那个救援队上来为止。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都不能失温，彼此要一直提醒说，捏着你的脸说，我想念义夫哥，你不能睡着，这种感觉。所以对小草来讲，你直接捏没关系，不要睡，就现在他们的情况就是有点在这个保，所以你看刚刚那个民调，正传民调。
民众党还是有10%， 这个10%是他们最后的要保住，对，要怎么样都，而且他们要不断的去巩固，甚至我相信他们也会跟那个10%讲，就是说将来起诉书出来，你看这就是压人取供，这些人都是被迫的，所以那10%大概也不会相信说这个起诉书里面的写那些金流是事实，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可以巩固。那你说，那这个10%有什么了不起？这10%很多了，好不好？10%折算选票是100多万，那个你知道。在不分区来讲，也可以拿。现在虽然没有办法到像民众党那8席，可是如果是以民众党上一次拿到150万的话，他们再上一次，好，马西贴的够香呢，4、5席很大呢，可以成立党团呢。那我只要能成为这个党团的领导者，某人好了，就可能就是像国昌这样的领导者，我也是很有影响力呢。我也话把他 K 呢，8席立委，16席议员。1年有1亿5千万的补助款，有2028年的总统门票，还没嘞。开玩笑，这个资产负债表很漂亮啊。所以你们看他柯 P 被压的时候出来，这样还在拜票，2028支持。我们就回到刚刚那一张照片，邱成远，他当然他选不上基隆市长，但是他有没有影响力？他有啊，他民众党在基隆有没有实力？有啊。所以我只要能像邱成远这样拿一个趴底下，我跟你讲，你所有的蓝营的总统候选人或是市长候选人。你要不要来跟我？当然，挨下子一下，当然，对，这边要一定要的嘛，因为我有实力，所以对他们来讲，而且现在没有柯文哲写那个谢国良200，没，就先不用啊。但是他只要有政治上有实力，所以对他们来讲，而且现在还有更尴尬的地方在于，刚刚前面提到，现在小草们已经有一半希望是黄国昌来代理主席，那还剩一半还没嘛？你知道当年呢，1925年3月12号，孙中山过世的时候，他过世在北京协和医院。当时在他身边的，帮他写那个致力于国民革命凡40年，还有这汪精卫，所以一架杠的传人应该是汪精卫。另外一个一个大弟子，他当年当临时大总统的时候，他的秘书长叫胡汉民，这2个是他的兄弟，就是跟着他最久。汪精卫的正，胡汉民的党，蒋介石的军啊，当初是这样分配。但是重点是蒋介石其实那个时候跟孙中山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连结，他就是一个军人。可是最后的结果，大家读过历史都知道。胡汉民被斗掉了，汪精卫变汉奸，统一中国的是蒋介石，所以这个过程有没有像现在三个人在抢？一个叫王珊珊，一个叫蔡壁如，这2个对他顾嘛？谁是汪精卫？谁是？我这边不分谁是汪精卫，谁是胡汉。如果以 priority 来讲，2个都跟老师要正直一点，但是最后一个参加的是。蒋介石没错吧？那黄国昌是不是最后一个参加的？那黄国昌的权力实力也比较像当年的军人的那个样子，所以我认为这个过程中，如果历史可以复制的话，那最后这个党就像当年的同盟会这样，最后会被国昌老师拿去，你也不意外啊。那重点是，等到蒋介石统一中国以后，他把那个国旗换成青天白日满地红以后，我问你，国民党的人信不信了嘛？该走的也走光了嘛，武汉清党也都清光了嘛，所以他最后是不是统一天下？所以你的意思说黄国昌能够把所有民众党全部都变成黄国昌？可能会有一些极度的小草，就可能是比较偏33或是偏壁炉的小草，他最后还可能会离开。可是剩下的那些全部都归我一统的时候，那我就是成为国家第3大党的诸侯，这个很大呢。OK， 光这个也就够了。离开也不重要了，他还有1亿5千万可以用。对，小编。所以呢，对蓝白未来你觉得到底？因为刚刚讲到那10%也是非常非常的铁啊，那10%对你们来讲的话，尤其你说那个五五波的地方，哪个地方不要忌惮这10%？所以从头到尾我就支持蓝黄河，黄乃黄国昌，我讲了很多次。人家不要提名你了，那没关系，这样没关系，这个我这个人是朱立伦不要提名你，牺牲小我完成大我。重点是阿北是越来越坏嘛，对不对？刚刚大家分析了，就是接下来金流发现啊等等，我觉得还会往下，10%还是高档，来现在有10%还是高档。现在因为现在大家就打着黄国昌还有声量嘛，骂赖清德嘛，镜头看着你，然后骂这个检察官泄密啊等等，就是以政治破坏。国民党为什么有些国民党也不谅解我那些，特别是老男来，就我追这个案子多了年轻票，少了老男人的票，我觉得女生没什么差。那你看声援他的还是很多国民党，国民党认为他贪污了50几，认为他没贪污的还20几，对吧？刚义夫你弄那个表格，那个民调，所以可往下走，这些20几就会再退国民党。OK， 那他的10%也会再退。OK， 好，刚义中有讲了哈，所以这个党会变成5%、7%的政党，当然拿2席
还是过得了。最后领导人也是一中讲的，会变成黄国昌。国民党认为他贪污了50几，认为他没贪污的还20几，对不？刚义夫你弄那个表格，那个民调，所以可往下走，这些20几就会再退国民党。OK， 那他的10%也会再退。OK， 好，刚义中有讲了哈，所以这个党会变成5%、7%的政党，当然拿2席还是过得了。最后领导人也是义中讲的，会变成黄国昌，会再缩小一点。可是变成时代力量也不是省油的灯，就反扑他是个贪污的政党，所以两边会陷入5%的纠缠战，这两个加起来有个10%多一点，我就这样，那他们怎么分我们再看。那黄国昌有人气啦，王婉瑜比较没有知名度，所以他大概略大一点，一个3-4%，一个7-8%，会变成这个态势。那我们还是要必须跟这个黄国昌合作比较困难，因为时代力量比较偏绿，比较偏那个民进党。所以我们这7-8%哦也非谈不可，特别是这个3年的任期的这些不管任何法案的投票，事实上他现在就8个嘛，以后没有了，以后3-4个还是有的啦。所以不管黄国昌怎么骂我，其实他把我当小虫，有个作词作曲是不是叫小虫？是丢到猪笼草里面，我认为还是要跟他合作。OK， 未来来讲的话，因为时间真的越来越紧，那到底清华城这个案子，眼下不到1个月的时间，那这最后会是什么样一个决定？好，那大家会来观察这一点。当然，全世界现在，你记不记得节目里面我一直跟你说，我最担心的是南北韩，反正因为以色列那个地方已经打了嘛。那我最担心是南北韩，结果他真的开干，金正恩他真的，他真的把那个道路整个就炸给你看，然后他所有的火炮部队全部待命。对，北韩他炸毁了京义线跟东海线的铁轨跟道路，随后在分界线南区域也开火回击哦。这个为什么讲这2条线非常重要呢？这2条线其实是直通平壤跟首尔。另外一条叫做江陵跟圆山的一个高速公路哦，而且上面是有铁路的。炸掉之后，都整个断掉了南北韩之间的所有的可能的交通联系。而这2个铁路也非常有意义，是象征南北韩合作的产物。因为之前我们都知道，南北韩在谈统一的时候有多次的会谈，而多次的会谈，北韩就勒索啦，勒索什么？盖这2条公路，这2条公路总共耗资1亿3290万的美金，约台币42亿的新台币哦。这个2条路就这样一炸毁就没了。所以你看那个金小豹真是威猛啊！所以难怪他的威猛，而且他还开了所有的军事会面，表达他的强硬军事政治态度哦。虽然他好像一副就是我跟你断绝关系，但是事实上背后是不是代表我要武力统一南韩这个所谓的趋势嘛？为什么这么讲？因为首尔的平壤的无人机入侵，他们故意用这样无人机入侵作为他们可能难犯的一个理由嘛。而无人机入侵其实丢的都是一些传单啊。我们昨天有看到一些报道哦，最怕是丢什么？其实他们不要丢光碟了，因为光碟里面很多的那个韩剧啊，对，北韩人看韩剧就要被枪毙啊，所以他们很多这种丢韩剧的光碟，大家还是不要乱丢韩剧啊，丢传单就好。而南韩也下令整个部队，如果遇挑衅，可以先斩后奏，直接开枪回击哦。这整个南北韩的局势已经升高到已经准开战的一个地步，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原因，所以中国昨天的所谓的联合利剑兵可能也在所谓的国际的压力下1天就结束了。这也是庆幸说台湾的海峡还可以维持一定的和平，但是我们要随时注意南北韩之间是不是有另外的战事要启动。OK， 因为南北韩之间是没有任何像我们一样，当然好歹我们有个台湾海峡，那然后首尔又离38度线太近。如果你真的看，因为金正恩已经讲他们的8个炮兵旅，因为媒体大家都知道，首尔离那个所谓的和平区域就非军事区，算一算25英里，你换算成公里40，南韩的火炮可以涵盖整个首尔地区，那有1000万人口，各位
如果真的要是这个样的话，所以为什么大家一直很在乎这一块？因为那是没有什么飞弹，没有什么叫你侦测，连美国驻韩的将军都直接讲说，这是没有什么反应时间的。如果他真的要开干的话，没有什么反应时间。OK， 那就看金小胖你到底未来是要怎么样。那这是大家所关心的一个重点。可是刚刚讲到，对，老跟我联合利剑逼，那个演习大家也庆幸了，好不好？就是好，你就给你自己的面子，然后你要大内宣就大内宣，好不好？你也做了这些。可是，一夫这一次大家有看到，包括汉辽宁舰是大家观察的一个重点。我们不是那个 F16，我们那个夹舱所有那些也是大家在讲说，因为我们总是要监测着所有的一些状况。在这一次里头，大家看到了一些什么？当然，这一次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辽宁舰是在台湾的东南方，东南方里面，辽宁舰是一个作战群，它大概不只有一艘，它大概10艘啊。但是辽宁舰上面呢，它的舰载机1015起降。右边这张图就是我们 F16，狙击手夹舱里面标定。如果各位印象还记得的话，上一次的利剑。军方释出来的标也是夹舱那个标定的是什么？1016跟轰6K，也被我们标定。那标定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远距锁定。其实再加上我们的 AIM 的9X， 如果响尾蛇飞弹的话，那大概它跑掉的机会大概10%以下。就是你一旦被标定，又加上我们的 AIM 9X 最新型的响尾蛇飞弹的话，它的命运大概8-9成是被击落。所以为什么会特别释出这个？就是我们现阶段的 F16的夹舱，然后我们现在更在努力要去买更新型的，要搭配我们的新型的 F16V 那个 Block 70型的哦。那当然，这一次。我们看到的当然释出这个影片是我们平常会比较少看到的。其实我们的海锋大队等等的移动速度就定位，那当然我们看到海锋大队基本上熊2、熊3反舰飞弹，加上它里面的鱼叉飞弹配置，整个都就定位，移动式的陆基移动式的。那当然，我们的天宫啦，这些防空飞弹全部都已经当然了，没有开火控当然没有开火控，但是就已经跟秒，跟秒，因为火控一开，大概参数就开始会被抓参数，所以基本上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这一次军方也释出了一些影片。然后甚至于还有一些整个我们也说吧，哈，增强自己信心的军方的所有影片。陆基移动式的。那当然，我们的天宫啦，这些防空飞弹全部都已经当然了，没有开火控当然没有开火控，但是就已经跟秒，跟秒，因为火控一开，大概参数就开始会被抓参数，所以基本上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这一次军方也释出了一些影片。然后甚至于还有一些整个我们也说吧，哈，增强自己信心的军方的所有影片。那大概有一份民调说出来，好像我们有超过5成以上的人民对于演习是淡定的。那淡定越淡定，军方释出越多的影片，告诉我们军方的在应对上的能力的时候，人民的淡定就会越来越淡定。如果秘而不宣的时候，我们的人民的淡定程度可能就不会那么高，因为不晓得我们的国军是怎么应付的。OK， 你记得第一次2022年的环台军演，人民最火大的一件事是什么？虽然飞弹是从太空中飘过去，但是你不跟我讲，日本跟我们讲，日本消息一释出来，国人哗然。如果从那一次经验当中，你也可以看得到，
国军对于这个事情，他采取的能释出安定民心的，就释出安定民心。所以国防部现阶段的作为，大概已经跟以往大概都不一样。对，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你要做大内宣，那我们也安民心吧，就让大家都知道会有这样。那刚才讲的像，包括郑传明今天的民调，赖清德在国庆晚会跟国庆谈话以后，满意度那大概有54%，54%。OK， 那不满意度是27.5%。那祖国论一直是大家现在还在讲，那祖国论这一段，那对祖国论的同意度是41.5%，23%不同意。那这所有的过程当中，在未来来讲的话，那两岸之间，那会不会还会有因为不管是发言啦，或是我那些东西，老共还会有什么一些动作，这是大家后续观察的一个重点。但是除了讲南北韩你会关心以外，一中，以色列有一个将军计划，对，他是要困死哈马斯吗？对，以色列现在是两头作战。我们先讲上面，他14号呢又空袭了黎巴嫩基督徒镇，然后酿了21死。那这个呢其实是前一天，因为那个真主党呢就空袭了，用无人机空袭了以色列北部的城市海法，然后造成了海法那边一个军事训练营有4个人死亡。这件事情其实有点吓到以色列，就说因为过去的那个真主党那个火箭弹他们把它拦下来，无人机拦下来，就这次竟然突破，这件事情，所以纳坦雅胡有特别去看。那除了北方这个情况以外呢，我们来看，那以色列在南方作战，就是加沙这边呢，他们最近提出一个叫将军计划，这是有一群退休将领所提出来的计划。他计划内容大概怎么样呢？把加沙北部的加巴利亚的地区呢，他给他1个礼拜的时间。希望那边的民众全部离开。为什么要全部离开呢？几十万人要全部离开哦，因为接下来他就要把这个加巴利亚地区全部封锁。封锁就是连水什么都没有哦，他就是要完全没有人道的。他说这样才能彻底歼灭哈马斯啊，叫他们把人质交出来。这件事情其实影响很大。那万一要是没有撤出来的人，那平民百姓他也不管，对，因为他摆明就是说，他给你1个礼拜，我问你几十万人1个礼拜怎么可能出得来？我可能会逮齐嘛，老弱妇孺根本出不来。所以这个将军计划目前就是说，他可能纳坦雅胡如果硬干的话，美国不知道有没有办法遏制他。现在美国其实压力也很大，因为美国压力大到什么程度？你看这个贺锦丽的选情，因为之前其实在辩论以后，贺锦丽声势是比较好的，可是你看到最近因为中东以色列的战事扩大，对贺锦丽来讲开始不利哦。我讲一个数据给你听。华尔街日报，我们先讲，美国的那个国家广播公司 ABC 月初的民调是，川普跟贺锦丽两个都是48%，打平哦。然后哥伦比亚 CBS 贺锦丽赢3%，ABC 美国广播公司贺锦丽赢2%，其实都在伯仲之间。这里面更关键的是什么？你知道，华尔街日报最近有一份民调，它是只访问那7大摇摆州，因为美国你知道是选举人团制，所以它其实你总票数赢不一定会赢。当然。7大摇摆州这里有个，他就说问那个，当然他们美国人最在意的其实还是经济，再来是移民，但是重点是聊到这个战争这件事情哦，大家听我听，谁最有能力应对俄乌战争？川普是50%，贺锦丽39%，输掉这哦。谁最有能力应对以巴冲突？川普48%。贺锦丽只有33%，也就是说，这两个目前美国正在面临的俄乌战争跟以巴冲突，其实多数人是认为川普有能力解决。那这个目前来讲，对贺锦丽来讲，虽然他民调整体来讲是微微领先，可是光这7大摇摆州，如果最后这个战事继续不断的冲突的话，所以你看美国下到右下角，以色列马上，美国现在那个拜登说直接要送萨德给他，那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自己的空防是属于中低阶空防，那目前担心的，如果要用到高空的萨德，其实是怕万一伊朗的高飞弹进来的话，你看到美国这件事情，所以对纳坦雅胡来讲，现在是个最好的时机。美国正在大选，而且快要投票了。而且目前因为这件事情，两个主要候选人不可能不支持他，所以目前看起来这个中东的趋势冲突应该还不会暂时不会消失。局势有很多的地方都非常的一些动荡，那到底未来会是怎么样？那对于大家最关心的是两岸之间会有什么样一些影响，值得大家密切的观察，尤其是南北韩那一块，因为都会有一些的联动性。对国内来的话，金华城这个案子，检方非常密集的一直不断的庭讯，包括调查所有东西，那大家很快就可以看到最后的结果到底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的收看，谢谢我们，我们明天见，拜拜。